没变呀，张良加鲁班大师的班位是比较固定的，前两手。AG 的可调整空间就相对比较大，把空旷儿给搬了。哎，搬了杨戬，那这样鲁班大师张良必会放出来一个了。对的。AG 把凯搬了。EDGM 圆坦也用过了，哦，圆坦搬掉，鲁班大师跟张良反正都是一个位置了，我双放你最多拿一个嘛，或者是我们一人一个，但理论上拿鲁班大师另外一侧就不太好拿张良了，对，会被 counter 一下。现在鲁班大师已经是一个开放性的选择了 ，AG 要不要拿？震惊长安第一拳，能跟鲁班大师搭档，也能够去打鲁班大师阵容。是的。他把鲁班大师故意放给 EDGM， 而且他抢的也是一个公有的英雄池。你的无知无边无际。这样 EDGM 的鲁班大师肯定是要接，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队伍他就喜欢拿老虎打鲁班大师 ，AG 就是其中一只。然后这盘小鱼在场的话，哎，他的本命英雄狄仁杰刚好可以选是吧？狄仁杰或敖隐嘛，就这俩英雄选一个都可以。然后游走位或是中单杨玉环先锁做摇摆。这是标配，这一般在红色方见的比较多嘛。以陛下的名义，狄仁杰已被上来，大师轮换上场之后，小鱼就选到自己的本命英雄啊。是，这个英雄小鱼是自挑杯至现在一共用了2次都获胜，100%是一个胜率。但因为他上场次数较少嘛，所以参考的数据样本就比较少。然后看一下 EDGM 这边，他圆坦凯都在班位的情况之下，选择了用橘右京打配青火，这跟今天有一把是很像的，也是鲁班父子配橘右京。但是我觉得对于夏琳来说的区别是什么？我们说到杨戬，他是今年只用了1把名，但是橘右京不一样，橘右京夏琳今年用了3次，赢了2次，且赢的2次都拿到了当局的 MVP， 就他对于英雄的一个自信度就是不太一样，熟练度也比较高。看一下2轮班位。AG 这把搬的关羽、曹操，看一下他搬不搬蒙恬呀？因为 EDGM 这个阵容缺个大前排。是的，蒙恬搬了，狂铁也用了，要不然就不要前排了。然后 EDGM 的班位给到了火舞、墨子以及夏洛特，夏洛特又上班了。只要 AG 前3楼不拿夏洛特，夏洛特一定上班。因为渲染今年夏洛特用的最多，且他的胜率你知道有多少吗？90.5%。但是现在是坦然哦，但是他也不放过这个夏洛特，我不管是谁。对的。走不通的路就用拳头来打开。选择到的是司空震。这是小泽他的一个本命英雄。另外一侧 AG 是选择了达摩。因为狂铁没了之后，达摩对司空震对线还是不弱的，甚至前线还能占优，而且也是一个切入能力非常强的英雄。达摩给到了坦然，一个爱开团、爱找机会的对抗路。达摩是今年坦然拿 MVP 次数最多的英雄。中路补了一手西施，这阵容前期找机会能力还挺强 ，EDGM 这边的爆发也挺高。这西施加橘右京裴擒虎的话，来回走动还是比较吃杨玉环过来帮他开视野的。杨玉环不在的话，其他人还是挺难去几何到那种没有视野的地方。西施只要不出现，他就可以当张良来用。这把还是蛮看两边的一个中野辅的节奏的。AG 这边的话，他在整体野辅就是中艺这边的一个刷野的速率，然后以及大帅的卡河道能力。EDGM 这边的话呢，则是花卷的一个开团，或者他这把甚至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拆火点去做。对，因为他这盘，变相的帮笑影的鲁班大师就解决了一个开团压力的问题。另外一侧他如果真的是当一个拆火点，也是一个不错的考量。但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西施不主动开，左边这套阵容他拿的是一个消耗能力还挺强的，因为
杨玉环走游走，配上中单小乔，他的手很长，再加上 EDGM 本身这个阵容没前排，你就只能靠主动的进攻去开到对面的人来打下来这块视野，或打掉某个资源。如果你不开的话，左边就可以慢慢的去，只要他一个技能摸到你，你可能就残了。你这个阵容还没有那种群体回复，对，只有一些英雄机制像蚩尤金的大招去慢慢回血。两边其实这把都相当于是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面前排的阵容嘛，都比较吃在对线时候，首先你自己的一个换血能力上面 ，AG 的阵容会更加的强一点，然后 EDGM 这套阵容的话呢，则是在开团的能力上面更加的强。对，这把确实要比开团了。看一下谁能打得更精准，然后包括 AG 在完成了大师轮换之后，坦然和小鱼的上场，让他们这样的一套组合能够在赛场上面打出什么样的画面，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今天也是两支队伍在年总的第一场比赛。但我印象当中啊 ，EDGM 之前就笑影常驻首发的那段时间，他们的鲁班父子之间的配合。其实没有想象当中的默契，这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前面就一直不管红蓝方都在搬这个英雄啊。当然 AG 他又来了一招，就蓝色方不抢鲁班大师，让你 EDGM 做选择，看你红色方到底要不要。然后在下路组建了一套非常经典的狄仁杰加杨玉环去打到负责的对线，也是 AG 我觉得他们是比较熟悉的一种思路。看一下这一局的比赛，目前是 AG 的赛点。而 EDGM 在今天第一小局打出了相当亮眼的发挥之后，看一下能不能快速的调整一下自己。其实大师轮换对于 EDGM 来说也是一种机会，对吧？对。去年，当时双方在年总的第一场交手的时候，当时 EDGM 是一个1比3败给了 AG， 他们抓住了那一局的机会，看这次还能不能再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进入比赛，蓝色方成都演唱会，红色方上海 EDGM。我是解说雪，我是解说潇洒。碰到了夏琳，直接打了一套爆中，想拿一血，想拿一血。大帅闪现过去不伤害，一血到手。先普攻，然后再1A。这样才能够让他精准的把那个血线给控住啊！没错，细节。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么一瞬间的机会又被 AG 给抓住了，就是双方打野探草的一个契机，打了个照面的情况下，蚩尤金把2段1用了，然后 AG 3人就开启了追击，长生的小乔先交闪现过去，下了一波蚩尤金的状态，然后佩辛虎扑一波，最后杨玉环收尾。这样在中野辅马前期的节奏打出来之后的话，给双边的压力也会缩小。主要蚩尤金的红 buff 掉了。下路大帅这波晕的是相当不错的，小鱼趁机是直接补上了一些消耗。这把 AG 的下路双人组其实是打右边阵容比较好用的2个英雄了，因为他们俩狄仁杰是有2技能，然后杨环又有大招，比较好规避掉西施和鲁班大师的控制。而 AG 的上中野3人却非常怕西施、鲁班大师接 combo。是的，所以2-2对线上面的话 ，AG 可以打得更主动一点。但是我也有观察的点，就是非常有趣的是，两边拿到了自己本命英雄的选手心率都是最高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不单单是选手，包括我们自己在打游戏的时候，对吧？你拿到本命的时候，你就是很想操作。对，不知道大家自己玩王者荣耀玩了这么久了，有哪个英雄会成为你的本命英雄？然后你在用这个英雄去操作的时候，心率会不会上升呢？对的。花卷，这是对抗路的视角，蹲住。但这个位置第一时间不太好控。其实长生也在附近。他看对面的中单也没漏，所以花卷也没有动手。但这个时候看到了大帅，哎，他躲过了一波小乔的探草。对。但杨玉环压过来了，那就没机会了。不过下路这个位置，
想要去带着杀橘右京想强杀，小鱼是交了一个闪现，但是还是被伤害给灌死了。笑影这波带着夏琳过来的时机非常好啊！上路看到杨玉环露头的一瞬间，你下路只有一个狄仁杰，在线上跟鲁班7号对号，而且狄仁杰还被消耗了一波，那笑影就更加的笃定了，即便你跑到塔闪到塔下，我也要杀你。非常果断的出手，一个信息差，又是一个一技能直接跳打出了杨玉环的大招。下路这波线没有射手的话，第一时间有点难受，但是老虎传下来了，应该能守。协防一下。这一波 EDGM 在下路出的节奏会让他们缓解一下下路对线的压力。中翼藏的这个位置，想蹲哦，在草里。不过西施也没漏。我感觉他不太好打先手。现在 AG 在等 EDGM 出来露头清线，但是 EDGM 很小心，明明是根本不踏出塔半步。这样4分钟到了，对抗路没有人帮，但下路这个位置看一下效应啊，一个拉能拉到3个呀，大招拉回来了2个人，第一时间中翼被打残了，然后大师的大招也被打了出来，效应是关键的一波蹲草。这个草蹲的一个大招能挂到3个人，拉回来2个，非常赚。是的。效应在前期下路的这个位置小乔蹲到了，2技能吹到杀掉。这波单人节奏，你蹲了我队友一波，我不是这个花卷的队友效应蹲了长生的队友一波之后，长生也蹲了花卷。对的，那确实又是长生的这波蹲草帮助 AG 把这个节奏稍微稳了一点，因为 EDGM 刚拿完龙了以后，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做事情了。他们的下半图是可以围绕鲁班7号线去推进的。但是就这么一瞬间大意了呀，往中转自己一个人走。是的，那个草就直接去探了。下路这波要压，但是杨玉环也支援了下去。AG 再转上路是一个3-2的对抗。线卡住了一个。杨玉环貌似一直没有出现在这2人的视野当中啊，他又躲到了草丛里。这是刚刚效影蹲的位置，现在再出来，他其实下路不好打。而那边橘右京跟裴擒虎单挑，然后西施闪拉到了，闪掉橘右京技能好了，能秒。花卷直接把气撒在了中翼身上。是的，就是蹲了一个中翼想要去吃中线的一个动向。上路也在1打1，刚刚是打野1打1，打着打着花卷这边有闪现过来截胡了，然后上路的话是司空震大招被打，应该是大招互换了吧。但是区别就是在于 EDGM 目前的2波节奏它是都有后续的，上一波是拿到了龙，然后推掉了外塔，这一波是想要给到对面红区点压力。那这个红区得等橘右京啊！不过罗纳斯拉出来了，拖了一下时间，这个 buff 拉脱回血了，最终还是被裴擒虎给拿下，还是反不掉。但是这波中线的话 ，EDGM 可以先截掉，给一波中塔压力。是的，狄仁杰在下路，那中路的话 ，AG 人肯定没有 EDGM 人多，磨一波防一塔。对，在这种压塔的时候 ，EDGM 的西施这个点开团就显得更加的好出节奏。他甚至往这儿一站就是钟馗的作用，威慑力十足。看到实时预测上面是3位嘉宾，还是看好了。哎，又拉回来，大帅直接反开啊，接闪现，配合上泰然，再把人给踹出来，花卷没了，而且小乔2技能又吹了起来，找到一手效影交的闪现也难走，终于拿到击杀。AG 突如其来的一波50。因为当时我看坦然在侧边河道位置一直在往前找位置，他就是应该跟大帅沟通，这波可以开。大帅的话一个2闪，当时第一时间没有晕到西施，西施走到了塔下，此时坦然还是1闪过去接大招，把他连带着橘右京一起往回推了一波。就感觉一种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沟通给到信息了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执行出来。所以就是大帅明明是被西施控完了以后，直接回头闪开，反开，然后坦然进场，配上长生，后面又是一个2技能吹起来，中翼再扑进去，很突然的一波大节奏。鲁文纳施是过来想要救人的，结果自己没了。是的 ，EDGM 现在顺的人是小泽的司空震，他的单线还是蛮舒服的。2塔要互换了，但是 EDGM 在中路没有线的情况下，强拆了 AG 的中路1塔，双方中1塔和下路
EDGM 的下路2塔以及 AG 的上路2塔都没了，双方的中医也都不复存在了，这样中路的话就更加的敞亮了，可以打架了。是的，但是打架现在两边都有开团的能力了。AG 这边的话呢，就是坦然达摩和大射手杨玉环，而 EDGM 就非常吃花卷的选手。对，我们前面不就聊了吗？这个阵容就吃开团，看谁开得好。是的。哎，有点大帅，一个摇头，看一下小泽，绕好了，是个夹击位。正面 EDGM 的人先拉扯，出来了小泽从后面过来，先找到了一手长生，想要去打，但地身上不够啊，自己选择大招撤场，坦然又过去给到点压力。龙的话，夏琳已经拿完了，小泽又越过去找到了坦然的位置，追着他打。正面的话，夏琳也是过去打出了大帅的一手大招。刚刚那个位置，小泽的司空震先手，没想到啊，他先手去一个2技能，想要把小乔推到橘右京那边，让橘右京1技能接居合，直接把小乔秒了，但没做到，被长生逃脱了。这波绕的位置是很好的。如果队友先上，司空震再跟，感觉会更容易击杀一些。对的。因为当时达摩是传下路2塔，在 EDGM 的视野当中 ，AG 的众人的一个站位应该都是了如指掌的。马上要到10分钟的节点了，两边都是在互带自己的那波优势线。EDGM 是上线带过去了，AG 是下线带过去了。那边西施好像拉到了达摩，配合上橘右京的居合，坦然交了一个苍穹加闪现，想跑不掉。小泽跟了过来，配上夏琳还是完成了击杀，坦然没了。10分钟的这个关键点上，这波应该是属于遭遇吧？我看西施跟达摩都在绕视野，就这两个人一般都不想出现在正面的视野当中，都是在绕侧边卡视野。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是花卷看到了坦然想进那个草，还是说他探那个草？然后拉到了达摩，也就想做幻龙，但是花卷在绕，小泽也在绕，要完成一波包夹。但正面的话是小乔的先手，然后辉月规避了一波进场的夏琳的伤害，夏琳没了。长生的一波细节操作，然后钟意这边回头想和大帅一起完成夹击，但大帅先行倒地了。钟意这个位置的话也稍微有些脱节，坦然这时候刚刚复活过去，2技能打了一下，但是被花卷给拉开了，自己要硬吃强切把花卷给留下，但是自己也难逃一死。最后是打了一波3换2。是的 ，EDGM 这边的话，其实是想5包4，但他们前面的3个人跟 AG 交手过快，他想拖住对面打龙的速度，导致了司空震其实还没有就位，橘右京已经上去先阵亡了。但好在司空震的位置太好了。是的，这波团还是打赢了。打赢了以后 ，EDGM 想要顺势把这个汉堡军给控下，因为刚刚的龙 AG 还是控到了的。对。这条龙长生卡个位置，有想法，但是有逞。橘右京过来收龙。那这条黑豹更多的对于 EDGM 来说就是拖一些时间，把这个线先截掉。哇，下路这个高地已经被暗影先锋给撑的只剩不到半血了。来看这波。就是他知道 AG 这边在打龙，然后3个人着急过去探视野就被蹲了，然后橘右京着急上，这边打到这种水深火热的境地，司空震姗姗来迟。但是对于司空震就小泽这一把来说的话，他是相当顺的。对他永远都是先过线再过来打团。对的。而且通过他的带线，其实是给 AG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的。现在小泽他的司空震也是2-0-2的 KDA， 而且我觉得小泽选择司空震作为自己的本命英雄啊，是因为在去年年总的时候 ，EDGM 是3支精英组成功杀进淘汰赛的队伍，他们当时通过突围赛的最后一局用的就是小泽的司空震，而且也是在那一局小泽完成了自己 KPL 的登场第100局，使用司空震这个英雄。还是蛮有纪念意义的。对的，毕竟本命英雄这个概念，我觉得每个人的理解不太一样嘛。可能是他的绝活英雄，也有可能是他最自信、最拿得出手，亦或者是他使用玩王者荣耀的第一个英雄，对吧？对于大家来讲，也有这样的初心。就是本命英雄对于每个人来说，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嘛。对。再来看一下小鱼这把也是选择了自己的本命，但是这把对于狄仁杰来说，现在的发挥的空间其实是稍微有点局限的，还是要看两边的一个开团手。
但 EDGM 现在已经把视野压住了，AG 众人被锁在高地附近的位置出不来，然后红 buff 也拿不到。这种情况之下，鲁班7号可以慢慢的先把最后一件装备补出来。先出了个红玛瑙，是个防装，也有可能是直接穿复活甲了呀，都有可能。明明来讲，对。而狄仁杰那边的装备还远远不够，他先做了个不降，是的，破晓要等一会儿了。然后花卷比较有趣的就是把他的西施做了一个冰甲。这个冰甲，难道他不可能闪现人堆里边放冰甲？应该是在被切的情况下做自保。对，因为他冰甲还有个被动嘛，就被吃控制的时候。就上把一诺那个孙权给我们展示了，吃控制的情况之下会出现一个盾。明明这一把的鲁班7号伤害占比有38.2%，这位经济差也有1600。其实这一把笑影更多的也是在做正面的开团，明明很多位置是他自己找的。哎，这个位置中义是个绕后卫，同样花卷也是个绕后卫。正面先找到了小泽，打下，但是明明在正面又扫了一下，先行把大帅给秒掉了。然后这么一下，小泽又是开了一个反甲和坦然这边互盯，中义的这个位置反跑，这不是国家的方向啊！夏令直接越过去把中义给留下，同样坦然这边的话也是被小泽给带走，拿到了一手锋芒碧落。看一下笑影这个位置会让明明又是到长生 ，AG 这边是被逐个击破啊！明明拿手2连击破，完成了团灭。EDGM 顺着中路的兵线可以完成一波，将这场 BO5的对局拖到了决胜局。是的，中路的线和上路的线都在路上 ，EDGM 5人全齐，可以顺利拿下水晶。让我们恭喜上海 EDGM 2比2扳平比分。相较于24年年度总决赛，当时擂台赛阶段双方的那次交手 ，EDGM 又完成了进步。甚至他们今天有机会成为精英组第1支先。